请帮我 house tour 一下。好啊，可以。是我要讲吗？每天会定期的去回报整个施工的状况。那如果说什么技术问题的话，他也会就是。嗨，欢迎来我们家。你是谁？我是蛋蛋，我是文心，我是燕山，欢迎来我们家。欢迎来我们家。我们入住大概3个月左右，当初买的是预售屋，那现在是日式五营的一个风格。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就觉得2个人就跟婆婆住就省钱啊。那后来小孩出生了，觉得小孩慢慢大了，他还需要空间，就是玩游戏啊，需要空间读书，所以我们才打算说，买房子给小孩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因为我跟我老公就是大学社团认识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社团的朋友会一起来家里玩，所以我们也需要空间可以让客人过夜。设计师问我们要什么风格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没有头绪。那他就说可以上网看一下，有喜欢的样子，就照片都传给他这样子。他就集合我们2个传给他的照片，设计出他觉得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我们的当时装潢的预算就是85万，设计师确实也在预算内帮我们完成了。那我的需求主要就是说需要收纳的空间。好，我对这间房子的需求，第一个是我们的小朋友的活动空间，所以我会希望这间的屋子有可以让小朋友就是可以跑跳，就是可以活动的一个空间。那当然也是要兼顾一定的安全性。那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有可能会下班之后在家里办公，或是假日可能会有许多办公的需求，所以我会需要额外的一间工作的一个环境。就是他们的团队可以在有限的预算，就是帮屋主去控制，然后符合我们达到我们的一个需求。那刚刚文心有提到说，因为我们的需求比较多，那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控制一下我们在装潢这方面的一个预算。其实我们都有仔细的去参考过。我们是11月才开始动工，那我希望在过年前就是可以交屋这样子。比起工期延误，我们更在意的是施工的品质，就是我们不希望就是师傅因为赶工的关系，然后虽然交给我们了，可是可能施工品质不如预期。那设计公司其实有帮助我们，就是解决了这部分的问题。因为我和我老婆都工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很频繁的来到工地现场去监控师傅的一个施工品质的状况。那这部分设计公司每天会定期的去回报整个施工的状况。那施工品质的监控上面，设计公司其实帮助了我们很多。那请帮我 house tour 一下。好，没问题。这是我们家的玄关，那这个是穿鞋椅的部分就是小朋友或是我们下班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换鞋子，然后这边有圆弧状的设计，也不怕说小朋友会危险撞到。那壁龛的设计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墙上有4个壁龛，它其实也是圆形的，就是跟整个玄关的设计风格是比较搭配的。然后我们回来的话，可能就把外出的衣服、脏衣服就把它挂在这个壁龛上面。那另外是这个灯，设计师特别帮我们挑了一盏很漂亮圆形的灯。上班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晚归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留这一盏灯，然后让外出回来有一种家的感觉，回到家的感觉。像我们玄关的地砖的部分，设计师建议我们用西班牙的，就是这个花色跟花纹是比较好看的。那因为预算的关系，可不可以就是说不要进口的，像台湾或东南亚有没有这样子？可是设计师就是为了兼顾整体的设计感，他就是有帮我询问厂商，最后也在预算内就是选用了这个西班牙的瓷砖。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厨房。那设计师有帮我们做了一个透明玻璃推拉门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推拉门的设计可以，就是如果说里面妈妈可能在煮菜的情况，她可以看到外面小朋友活动了。那设计师有一个小巧思是，这边原本是线上预留的一个墙面，那设计师有帮我们这个墙面。建议我们把它退掉，然后这边做一个装潢的一个装饰墙。那这样子，这个入口动线改善之后，整个厨房的利用率会更好。这是我们餐厅用餐的地方。边柜的部分呢，其实很方便，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啊，或是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需要卫生纸啊、湿纸巾都可以直接就是拿到，就很方便，不用再另外离开位置去拿。那这个部分是一个设计师的小巧思，就是说，因为我们预算有限，所以他就是帮我们钉起来，然后贴一个很精致、很美的壁纸。那很多人都以为它是真的瓷砖，然后让我们整体的空间感觉更有层次、更漂亮。那餐厅边柜上面的这个展示架，我平常都是拿来放一些我常会喝的一些酒类。如果说放在上面的话，小朋友比较不容易可以拿取得到。放在上面的话，一目了然，就是我可以很方便的做取用。这是我们的客厅，那这是电视墙的部分。其实我们的电视墙是从我们的玄关的柜子一路延伸到我们电视这边。那这边有一个圆弧形的设计，也是呼应到我们整体的设计风格。柜子的部分呢，就是本来是预计要做到这边，那设计师有建议说，我们这边不要做到满。那就是减少压迫感，那我们可以摆设一些比较疗愈的小物，或者是说放照片的空间，营造家庭的温馨感。仔细主讲也觉得，有这样一个区块，真的觉得很疗愈。这个柜体的部分呢，下面是悬空的，就是有比较轻盈的感觉。那这边有请设计师，就是帮我们设计一个扫地机器人的家，让我们节省了一个放扫地机器人的空间，那它又可以在我们上班的时候自由的进出。电视的部分，我们是采壁挂的方式，下方是电视的喇叭。电视后方有一些比较杂乱的线，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电视背墙的设计，然后可以做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收纳，整个从外观看过去的话就会很利落。在家具家电的一个选择上面，因为我们的客厅是一个比较狭长型的空间，所以我会希望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我在沙发上躺是一个舒适，然后空间是够大的。所以其实当初在沙发的挑选上面，其实我没有去选择原本就已经设计好的一个沙发的形式，根据这个后墙的一个尺寸，然后高度，然后去额外请厂商去做一个定制。设计师其实也给我们很多实用的一个建议。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书房，书房的这一侧，我们这边是采一个半墙的设计。那这个半墙设计可以让这间房间同时兼具了个人隐私，包括采光的一个通透度。这边我们做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拉门。那如果说有访客来访的时候，这边把这个窗户打开来，可以让整个公领域的空间去做一个延伸。平常没有使用的话，可以把这个玻璃拉门去做一个关闭。我们有做一些卷帘的一个设计，那这个卷帘放下来的话，可以当做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房间用。那时候设计师就是有建议说，如果整面都是有门的柜子的话，看起来就会比较狭窄一点。后来我们就是也觉得房子其实如果住的宽敞舒适，其实也蛮重要的，所以就这边有采纳他的建议。那摆设的部分，我们后续可以再画一点巧思，就是说让它看起来是比较有美感的样子。就是实际入住之后发现，没有封起来，确实是比较宽敞舒适的，也没有那么有压迫感啊。这里是我们的主卧，也是整间房子风景最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想要把我们的
主卧放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客卫浴跟主卫浴有做一个门的调换，让我们在这间主卧也皆有卫浴可以用。那打开窗帘，就是说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墙面部分我们是选择奶茶色，做一个跳色的部分。那再来是床组，我们是选择灰色系，就跟外面客厅的风格做一个搭配。我觉得设计师他在整个过程中帮助我们最大的地方，其实在我们在找他做预售客变的那一个阶段。当时其实我们对于预售客变这个概念或是我们的需求，其实并没有这么的清楚。我们拿到建商给我们的格局之后，透过设计师的引导，我们才可以渐渐的，就是知道说，原来可以这样子去做变动。设计师的部分就是蛮感谢他2个部分，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实务派的人，就是可以用就好了，他还帮我多了美感的部分，像柜子啊，就是我想说就整面墙都柜子，那他就是会建议说就是悬空的部分，这样子才不会太压迫。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说，它有一些小细节帮我们做变更，比如说对讲机，如果没有变更的话，它是在电视墙的中间。那如果说后面我们就是才想到这个的话，我们变成又需要花另外的费用，请师傅帮我们移对讲机。那他其实在这方面都有事先考量到，也帮我们省了不少的预算这样子。我个人最重视的是家庭的安全性的部分。我们因为小孩还小嘛，那我们要照顾他，可能我们必须无时无刻去盯着他的动线。那在我们以前旧的住所，它是一个30几年，那是独栋式的一个老宅，稍不注意的话，就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有遇到一些危险。那换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因为整个设计都相对的安全很多，可以带给我老婆还有小孩一个更安全的一个生活空间。有了这个家之后，他就是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然后再来是小朋友也有他的空间，然后再来我们朋友来也比较自在，可以就是住在这边，就是我梦想中的家的样子。好漂亮！哎呀，谢谢。感觉好像蛮温馨的，就很有生活感，就是有很多小朋友的东西，就是充满在整个空间。我觉得他把这个餐厅的位置用得蛮好的，就是可能原本想说是单纯的放一些餐厅的设备，但是屋主摆了很多瓶瓶罐罐的长酒、收藏酒类的，然后他们也很用心的装了一个很漂亮的时钟，就是跟这个整个餐厅都还蛮契合的。文心他们一开始就是我们在讨论就是风格的时候，他们真的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最后就是有上网找蛮多的各式各样的风格的图片给就是文心跟燕生他们夫妻2个来参考。就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那我发现他们不管怎么挑选的图片，几乎都是灰色相关的，还有很多的一些白色体系或者是一些原木素材。我觉得他们比较合适，很温暖的、比较日系的无印风啊，这种很干净也很明亮的色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在这个沟通里面，我问他们说，那如果说假设我们是往北欧啊，或是无印风啊这种比较现在大部分的客人或是屋主们喜欢的风格去着手，这一次回来觉得就是屋主的家，因为很多他们住的痕迹嘛，然后还有使用过的东西，还有小朋友的一些玩具，然后有放了很多相框，所以就是感觉空间真的是蛮温馨的这样。您也是经由设计家网站找到命定设计师吗？欢迎填下方表单，填完就有机会到你家进行拍摄哦。